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宠物系统，还有培养方向。看板美少女赫尔加驯服了我们刚过完年的巨型战熊，它是第7世代的宠物。除了最前面的古老伺服器，宠物开放的排程会跟大家有点不太一样。基本上宠物都是跟着新世代的英雄同时开放出来的。第1世代最基本的宠物灰狼，技能是缩短建筑物升级所需时间，把它升级到50级，最多可以减少建筑升级时间15个小时。每个玩家都建议优先把它升级到满，这对后面黄金建筑分段式的升级非常有帮助。洗练等级建议达到绿色。再来是第2只宠物舍利，它的技能是可以恢复领主体力，最多可以到60点。领主体力对无氪玩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资源，所以也建议把它升级到满，优先度排在灰狼后面。洗练等级也是建议达到全部绿色。现在看到我的洗练等级部分蓝色，而且是参差不齐的，这其实是个错误示范。在影片后面会再分享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洗练方式。再来是野牛，它的技能是可以瞬间把一个野外的资源采集点收割完毕。其实我不太喜欢技能冷却是超过1天的，比如说1天3小时，这样在使用上非常难用，所以我会建议无氪玩家先把他的技能等级升到4级，之后再把它堆到满级。升级的排序在灰狼、舍利之后，洗练等级也是建议全部绿色就好，最多洗练到全部蓝色就好，蓝色之后就不要再洗了。接下来是第2世代的猎豹，它的技能是获得宠物口粮，这绝对是最没用的技能，因为数量实在太少了。会培养它完全是为了它的基本数值，洗练等级也是建议到绿色就好。再来是第2世代的驼鹿，技能是战斗攻击型的，可以使敌方生命值降低，最多可以降低 5%。这边要说一下，宠物的战斗技能是用乘法计算的，所以这个降低 5% 大概是乘以 0.95 的概念，效果是非常强大。洗练等级也是建议达到绿色，它的洗练等级绿色上限就已经可以达到 6% 了，相对于前面第1世代的要到蓝色才可以达到 6%， 所以洗练时也就是驯化印记，建议用在比较新的宠物身上，可以轻松达到绿色，可是获得的能力值天花板比较高。接下来是第3世代的狮子，因为我很不喜欢技能冷却超过1天，所以我有把狮子升到满。狮子曾经给我过15个黄金，也有3个锤子，其实对无氪小氪还不错。洗练等级建议达到绿色或蓝色，光是绿色就可以达到 8%。等一下跟大家说明怎么洗比较好。第3世代的棕熊能可以增加行军速度，即使是战斗的时候也可以发动，还可以降低敌人杀伤力，这是非常好用的技能，建议把它升到满。有时候打熊，大佬很快就可以再次发车，你却跟不上，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熊技能等级比较高，所以士兵比较快回到家里。这个技能绝对要点满。洗练等级也是建议达到绿色与蓝色，即使是绿色，天花板也有 8%， 非常超值。接下来跟大家插播一下洗练方式，大家很习惯会用自动洗练，实力上升的它会留下来，实力下降的它会继续洗下去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洗过几百颗的一个大约数据，灰色的自动洗练成功率几乎是 100%，绿色的自动洗练成功率大约是 57%， 蓝色的自动洗练成功率马上会掉到剩下 12%， 所以自动洗练在灰色是绝对可以用，在绿色成功率 57%， 可用可不用，在蓝色成功率只有 12%， 自动洗练是绝对不能用，不然你会看到10次失败9次，全部都在浪费。这边我用巨型战熊来示范，我有400多个驯化印记，在灰色就全部用自动洗练，因为巨型战熊的洗练天花板已经非常的高，所以我的驯化印记其实不太够。这边示范的是一个洗练的概念，让大家参考一下。当达到全部绿色之后，我开始转为手动，
因为绿色的成功率是57%，如果你要自动也可以，但是我选择手动，我可以着重于我想要的步兵生命值还有工兵杀伤力去提升。只要步兵生命值跟工兵杀伤力的总和是正的，我就会保留，其他属性我全部都不管。照这样洗下去，最后可以看到步兵生命值跟工兵杀伤力这两个属性非常的突出。最后花了400多个驯化印记，让步兵生命值还有工兵杀伤力提升16%，其他属性提升8%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因为驯化印记不够继续洗下去了，所以我拿一张静态的图跟大家展示。当洗炼到蓝色之后，自动洗炼的成功率只有12%，所以一次只能专注于一条属性。这边我想要先把工兵杀伤力也升到蓝色，所以其他属性降低都没关系，我会按下储存。这个也是一样，降低没关系，我会按储存。这个能力只有上升，但是都是错误的属性，所以不要储存。这个工兵杀伤力有上升，所以我们就储存。这样下去，我们专注的唯一一条能力就会一直往上升，而其他的能力也不会下降。在蓝色之后，一次只能专注于一条属性来洗炼，不然你有 90% 的驯化印记都会浪费掉。然后优先洗炼最新的宠物，灰色的部分成功率是100%，这部分优先完成。接着我们回到第4世代的巨型犀牛，巨型犀牛可以提升部队的攻击力，这个技能也非常实用，基本上你每2天打一次熊都会使用到它。绿色等级的洗炼天花板已经是 13.41%， 应该可以明显感觉到洗炼印记不够，所以我只有完成灰色的部分。再来一样是第4世代的巨型蛮牛，它可以增加部队的出征容量，最多可以到15000。部队出征容量是个好东西，不管是维京人、打熊还是打人都用得到。还有一些提升部队出征容量的方式，分享在右上角的资讯卡。培养的优先度最高，绿色洗炼上限也是 13.41%。再来是第5世代的巨型驼鹿，技能是集结部队容量提升，这个对无氪小氪重要性没有很高。我培养的比较随性，洗炼等级也只是达到绿色而已。再来一样是第5世代的巨型黑豹，黑豹的技能提升部队杀伤力，最多可以提升10%，这是非常强力的技能，在打熊的时候也会非常有感的提升。所以第5世代之前建议培养顺序：巨型蛮牛、巨型黑豹、巨型犀牛。这个培养顺序是打熊伤害提升套餐。想知道打熊伤害要怎么提升，请参考右上角的资讯卡。洗炼等级也是可以达到绿色就好，因为主要是驯化印记不够。接下来是第6世代的巨型白狮，它的技能是提升部队防御力 4%， 最多可以到 10%。宠物的战斗型技能都是乘法计算，所以这对大佬在守王城的时候影响非常大，所以你才会看到为什么大鲸鱼轮流开宠物。对无氪玩家只影响到圣剑耐不耐打，其实还好。培养顺序可以稍微摆后面一点，洗炼也是建议达到绿色。接下来是第6世代的巨型战象，巨型战象的技能是提升部队生命值，它一样是大鲸鱼守王城的重要助手，最多可以提升部队生命值 10%， 一样是乘法计算。培养的重要性稍微高于刚刚的巨型白狮，因为生命值还有杀伤力都是比较珍贵的属性。洗炼达到绿色的天花板是 14%， 蓝色可以到 24%， 这个影响已经很大，但是重点是驯化印记不够。再来是刚过完年的巨型战熊，它比野外的看起来胖多了。宠物技能是使敌方部队防御力降低 10%， 这个在打熊应该也是有提升伤害的作用，是个还不错的技能，打熊打人都非常好用。洗炼光是灰色就已经可以达到 8.72%， 我打算等 KVK 的时候再来好好的培养它。
我认为它培养的优先度跟巨型黑豹杀伤力提升同等。再来给大家感觉一下宠物技能有开与没开的差异。这边是集结8级巨兽，它原始的能力应该都是660%，然后我们的步兵防御率大约是1110%左右。那这边另一个战报可以看到8级巨兽的能力708落的，我们的步兵防御率大概变1137%，主要就是因为宠物的技能提升的加成效果。虽然宠物技能描述好像减的趴数都很少，可是实际上它都是乘法计算的，看巨兽的状态就知道了。这个加减来回大概都有几十%，其实是影响非常巨大。除了宠物技能是用乘法计算的，专武技能也是用乘法计算的，而且专武技能是乘以 1.15 倍。想了解各世代英雄专武要怎么投资，请参考英雄专武升级攻略，教你怎么用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提升效果。